一张照片能掀开多少中共的军中秘密？2025年中共建军节前夕，北京国防部例行招待会，场面呢表面波澜不惊，可央视镜头一转，细心的人立刻就察觉到了异样。主桌上多了7张陌生的面孔，而过去坐在那里手握重兵的7位上将，竟然像被抽走一样集体消失。没有告别仪式，也没有人事调动消息，这些人就这么从公开视线中被抹去。是临时有事儿，还是更大的暗流正在军中翻涌？今天我们就从这7个空出来的座位开始，沿着这条隐蔽的线索，带您窥探中共军队内部那场无声却凶险的权力清算。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燕青。7月31号，中共国防部在北京大会堂举办了一场庆祝中共建军98周年的招待会。这种场合是外界观察中共军队高层人事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果不其然，一位名叫中规中矩的 YouTuber 在仔细对比了央视播出的画面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细节。去年主桌上坐了21个人，其中有19个是现役上将，但是到了今年，主桌上同样是21个人，现役上将却只剩下了12位，少了整整7个人。那空出来的7个位置给谁坐了呢？答案是安排了7名军队的所谓英雄模范人物来凑数。我们先来盘点一下，到底谁不见了。去年的招待会，很多军种和战区都是司令员和政委双首长同时出席的，代表着这个单位的完整和稳定。比如中共陆军司令员李乔明和政委秦树同2个人都来了，中共空军司令员常丁球和政委郭普孝也一起出席。中共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和政委张宏兵同样是联袂出席，还有负责保卫京畿安全的中部战区中共司令员王强和政委徐德清也双双到场。这8位上将到了今年情况发生了巨变，只有空军的常丁球和郭普孝还在主桌上，其他6位李树明、秦树同、王春宁、张宏兵、王强、徐德清全都没再露面。其中有些人的情况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比如陆军李乔明、秦树同双双缺席，来的是一位新面孔，新上任的中共陆军政委陈辉上将。这至少说明陆军的领导层发生了大变动，政委秦树同已经去职，司令员李乔明去向不明。中共武警部队这边，司令员王春宁的缺席答案就更明确了，因为就在不久前，曹军章中将已经以武警部队代司令员的身份公开亮相，那这就证实了王春宁已经被免职。海军的情况也很有意思，去年中共海军司令胡忠明上将因为在外面访问没能参加招待会，由政委袁华志上将代表出席。到了今年，司令胡忠明和政委袁华志2个人都没来，特别是袁华志从去年底开始就再也没有公开露过面。那么这些消失的将军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呢？有，很多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人，原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上将。苗华出身于被外界称为习近平嫡系部队的第31集团军，一路高升，直到坐上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的宝座。这个职位相当于全军的人事部长兼纪委书记，权力极大，负责军队的人事任免和思想控制，是习近平安插在军队中最重要的亲信之一。而今年苗华本人也从主桌上消失了。
更关键的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几位缺席的上将，包括秦树同、袁华智、王春宁，他们在履历上都和苗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广泛认为是苗华提拔起来的旧部。其实，早在去年12月，习近平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的时候，预兆就已经出现了。当时，李乔明、秦树同、袁华智、王春宁这4位上将就集体缺席了那场重要的仪式。从那时起，关于他们出事儿的传闻就已经满天飞了。如果苗华和他手下的一大批将领真的出了问题，这对习近平来说无疑是一场严重的打击。因为苗华是他亲手安插在军队里，负责帮他监军和清洗的代理人。苗华倒了，说明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控制可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关键人物，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张又侠和习近平一样是中共的红二代。他的父亲张宗逊是开国上将，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老战友。张又侠本人是目前中共军队中极少数有过实战经验的将领，参加过中越战争。时事评论员李大宇分析说，这一次消失的将军中有一个特例，就是李乔明。李乔明虽然在去年底缺席了晋衔仪式，但他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又露面了。当时很多人认为他可能只是被叫去协助调查，交代完问题之后就平安落地了。那么为什么李乔明能被保下来？李大宇认为这可能和张又侠有关。李乔明和张又侠都是陆军出身，两人有过多年的工作交集。据说李乔明当年能当上陆军司令，就是张又侠推荐的。如果这个分析成立，那么军队内部的权力斗争格局就非常清晰了。一方是以习近平和他的亲信苗华、何卫东为代表的福建帮嫡系部队，另一方就是以张又侠为首的在军中根基深厚的传统军头势力。苗华的倒台以及他手下大批将领被清洗，被认为是张又侠势力对习近平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有更多的证据似乎也都支持这一点。去年以来，张又侠通过一系列的人事调动，将北部、中部、南部3大战区的关键职位都换上了自己信得过的人。南部战区司令吴亚楠长期在沈阳军区与张又侠共事，他取代的是习近平的嫡系王秀斌。北部战区司令黄明也是在张又侠麾下成长起来的。中部战区目前司令空缺，由政委徐德清总负责。徐德清也是14军出身，与张又侠师出同门，渊源很深。中部战区的防区正是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心脏地带。掌控了这3大战区，就等于掌控了中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和战略要地。再加上习近平的另一位军中亲信、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也已经消失了将近5个月，被外界认为是凶多吉少。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表明，习近平在军队中的权力正在被架空。除了军队人事上的变动，党的喉舌媒体也出现了一些非常诡异的信号。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他比较了从2022年到今年连续4年8月1号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2022年整个头版头条都是红色的标题，全是伟大复兴、习近平强军思想这样吹捧的词语。2023年头版刊登了习近平提拔火箭军新司令的彩色照片，这2个人也都是习近平的亲信，版面同样非常突出。2024年8月1号头版刊登了习近平的2篇讲话，而且讲话重点是以红色来呈现，比较显眼。
到了今年，头版头条虽然也和习近平有关，但只是例行公事的发布了几个部队的军旗样式和给几个单位个人记功的通令。整个版面文字最少，版面最小，而且最关键的是没有一点红色，一片黑白，显得异常低调。这种喉舌媒体版面语言的变化，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往往意味着重大的政治风向转变。更让人惊讶的是，今年7月底，中共驻香港部队和驻澳门部队在举行建军节招待会时，驻港部队司令彭京堂和驻澳部队司令于长江在致辞中都罕见的没有提到习近平的名字，他们只提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要知道，在过去，贯彻习主席决策指示是军队讲话的标准格式，是必须要喊的口号。现在连这个口号都不喊了。结合人民日报的低调处理和驻外部队的异常举动，很多人认为中共高层可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去习化运动。就在大家以为局势已经很明朗，习近平大势已去的时候，剧情又发生了反转。前面我们提到，北部战区司令黄明被认为是张又侠的人，但是今年8月1号，辽宁省开了一个8·1军政座谈会，北部战区的主要领导出席了。根据官方媒体辽宁日报的报道，通篇都没有提北部战区司令员黄明的名字。代表战区讲话的是政委郑玄。黄明的突然消失，立刻引发了他可能也出事的猜测。如果连张又侠提拔上来的人都出事了，那么之前关于张又侠掌控军权的判断是不是就出问题了？更关键的是，这位代表战区讲话的政委郑玄，他在讲话里说了什么呢？他说，北部战区党委机关和战区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署。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向习近平表忠心的信号。如果习近平真的在军队中失势了，像郑玄这样的上将，政治嗅觉不可能那么迟钝，他没有必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单独把习近平抬出来。一边是去习化的种种迹象，另一边又是高级将领的公开表忠；一边是习近平的亲信被清洗，另一边又是张又侠的人马传出落马。这种种矛盾混乱的信息，恰恰说明了一点：双方的斗争可能还在激烈的进行当中，胜负未分，整个局势扑朔迷离。那么这场斗争最终会走向何方呢？前中共海军中校参谋姚成最近给出了一种爆料，他说，中共军方有传闻，张又侠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的4中全会之后退休，据说是为了政权稳定，习近平和张又侠各退一步，握手言和。这个握手言和的说法还和另外一个传闻有关。据说呢，中共党内的反习派最近也出现了分裂，一派是以温家宝、李瑞环为代表的改开派，他们希望汪洋上台，推动政治改革体制；另一派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他们倾向于让胡春华上台，只纠正习近平的经济错误，但绝不能碰政治体制，要维持中共一党专政。而像曾庆红、张德江这些死硬派，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政治改革，因为一旦改革，他们过去的特权不保，还可能因为欠下的血债而被清算，所以他们现在反而转过头来，开始有条件的支持习近平。在这种复杂的博弈下，就出现了让习近平半退的方案，也就是说，保留他国家主席的虚职，但交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这2个最有实权的职位。但是这个方案可行吗？
评论员唐靖远就认为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他指出，现在习近平和张又侠在军队层面的斗争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而不是可以调和的内部矛盾。对于习近平来说，退一步，将来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但对于张又侠来说，他没有任何退路。他如果现在放手，一旦退休交出军权，习近平的派系将来必定会对他进行清算。所以，所谓的各退一步，握手言和，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各位观众朋友，您觉得张习有握手言和的可能吗？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好的，感谢您今天的观看，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